元素全日餐厅，你信不信？这样做就有5折优惠，还能爽吃，超少见的炉烤牛肩胛，想吃多少切多少，还有10种以上的香料搭配。你看看，这完美的肉质，金喝家到台南这2道你一定不能错过。现点现做的牛肉汤跟虱目鱼皮汤，要求哦，这鲜美的汤头和香气，哇塞，虱目鱼也太 Q 弹，还有鱼丸。来，不止这些，让我们看下去。超鲜甜美味的多种海鲜，好下饭的美味蒸海鱼，招辣平盘的诱惑，谁能拒绝？惊喜不断的甜点，让你猜都猜不到。多种异国料理任你选择，超多优惠美食，跟我开箱去！耶！各位观众，假爸呗，我是关老板，我是长南先生。今天千里迢迢来到哪里呢？台南安平区的大圆皇冠酒店。我们今天要来用它的元素餐厅吃到饱。我们是平日午餐1个人699加1层。我个人非常期待它的菜色，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使用一个优惠，据说1个人400出头块就可以吃到 buffet 了。究竟表现会如何呢？我们 Let's go！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热推，いただきます。再来这一盘呢，是它的冷食的海鲜区哦，有手白虾、纽西兰淡菜跟这个牛蹄蟹。那它牛蹄蟹非常的贴心，它已经帮你把鳃去好了，然后盖子拿开。那我看很多人盖子都留在那边了，直接拿身体了啊。我们为了让大家知道它是牛蹄蟹，特别把盖子拿回来了。首先我们来吃一下纽西兰淡菜哦。最近呢，在 FB 上看到我朋友呢，跟他老婆又去纽西兰环岛。哎呀，我只能在这边吃纽西兰淡菜，伤心呐！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去纽西兰拍吃到饱呢？据说海边捡淡菜就可以吃到饱，不用钱的。哎呀，来啦，敬大家。哎，壳没剥干净。这边的纽西兰淡菜呢，它不是那种很大颗的，那它的味道会相对比较浓郁一点。就像我们在台湾吃蚵仔，有没有？有人喜欢吃澎湖东石那种大颗、水分饱满的，也有人喜欢那种长在石头上的那种野生石颗，小颗但味道浓郁。这个其实纽西兰淡菜就是这一种，来啊，感受一下哈。你看这个大小有没有像我们的蚵仔？其实吃起来也有一点像蚵仔的口感哦。这个没有吃过纽西兰版本的，可以试试看。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哦，入口即化。原味就很好吃。纽西兰淡菜呢，入口之后它其实是有点化开的，所以真的跟我们吃蚵仔有点像，跟我们传统吃那种淡菜带有一点咀嚼感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有点差异的。而且我觉得风味其实也不一样，大家可以试试看，沾一下这个我们的鸡尾酒酱，特别好吃。他们这个牛蹄蟹的个头不是很大啊，但是有带一点蟹黄。那我们原则上就吃它蟹身的部分。然后我今天想要加一点柠檬汁哦，然后一口闷啊。啊，牛蹄蟹也是相当的新鲜啊，那个肉感十足，咬下去非常好吃，而且还有带一点点这个蟹膏的这个味道，好吃。再来是它的手白虾啦，哎呦，它手白虾不得不说它的 size 蛮大的，你看跟螃蟹比一下，它的大小都有，不过它要有提供大只的白虾，大家挑一下哦，大只的好吃，我们就开播。哎呦，技术见长哦！其实这个波霸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可以这样直接一口进去嘛。但是呢，我始终剥不好。我后来发现一个小技巧，如果你拿那个刀子呢，在下面它的虾部这边先划一刀，再转的时候就非常的好转哦。这个教给大家。好，开吃，原味先吃，鸡尾酒酱，哇，好吃！白虾表现的真的很棒，我觉得哦，以这个价位，白虾有这个表现，我觉得就非常值得，好不好？拿起来。
我们要来介绍它的这个卤好牛排区，它使用的部位呢是这个肩胛牛肉。OK， 旁边的配菜区也相当的丰富。这里有一个重点，在它的这个调料跟这个调味盐里面，它有非常多的选择，它有10种风味盐。我今天选了3种，分别是紫苏、烟熏跟大漠风味。OK， 那我在旁边有搭了一下它的这个蘑菇酱。这边有一个小技巧，我们来吃buffet看到卤烤牛排呢，要么你餐期第一个冲去排队，不然你就等它第2块肉出炉的时候，你再来切，那个时候的风味会最好吃。我们就开吃吧，来，我们开吃吧。哎呀，这个鲜嫩的5分熟，首先，我们来沾一下蘑菇酱，感受一下哈。这个粉色的部分呢，肉非常的鲜嫩，而且肉汁十足啊，非常的好吃，我喜欢。不过呢，卤烤牛排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熟度越外面会有一点比较硬一点。那我建议吃外面这一块的时候，可以搭配它的脂肪块一起切，一起入口，风味会比较好。那我们来一下紫苏盐紫苏感觉比较日式呢，不晓得表现如何，来吃。这个瘦肉带的肥肉吃表现也不错，不过这个紫苏盐的风味我觉得比较可惜啦，它没有很突出。这个对于我对风味盐的这个期待值呢，我是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强烈一点。紫苏盐澳豆，然后我们来吃下一块。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烟熏口味的东西嘛，所以它的烟熏盐希望它能符合我的期待。烟熏盐，记得不要沾太多哦。这个烟熏风味呢，淡淡的，感受得到，不过还是不够强烈。那刚刚本人要补充一下，海苔的风味就蛮重的。然后再来，我们试一下大漠口味大漠是什么？沙漠的意思，感觉好像是中国风，好不好？试一下。一时之间我还分不太出来什么叫做大漠的味道，是在吃土还是吃沙吗？敦煌的味道，沙漠的味道。有点辣哦。哎呀，其实有点像是孜然香料加一点辣椒啦。刚跟肉一起吃的时候，它的这个风味就不是很明显，不错，大家可以试一个你最喜欢的香料盐。好啦，整体而言，它的牛排我觉得表现得不错。这边配菜我选了3种，一个是奶油玉米加香菇，另外一个是它的培根炒马铃薯，这个马铃薯有炸过，有一个它的杏鲍菇跟蔬菜。这些配料呢，挑自己喜欢吃啊。它的配菜呢，惊为天人啊！哎呀，这个马铃薯外面焦香的，然后里头那个整个很滑顺的口感，觉得非常好吃。另外，它的那个奶油玉米的玉米部分，我也觉得它那个奶香调得非常的棒。不过这2题我觉得是陷阱题啊！这个浓的淀粉，哎呀，大家酌量吃，虽然好吃。这是它的日式区，它的酥炸鲜鱼这个第2锅终于起锅了，还有这个酥炸蔬菜，跟它这个盐烤青鱼，搭配的是他们的台鱼酱汁搭萝卜泥就是所谓的天妇罗酱汁，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味啦。这个炸鱼的那个鱼的香气相当的特殊，口感也蛮特别的，感觉不在我的这个美食的清单里头，但是我个人觉得蛮好吃。但是有一点比较可惜，我觉得它面衣稍微厚了一点。如果有来吃过的观众知道它是什么鱼，帮我们补充一下。来，我们来吃下面的蔬菜天妇罗，这个应该是杏鲍菇中段。杏鲍菇非常的脆口多汁啊，那个菇的鲜甜蛮不错的，好吃。再来是我们的烤青鱼，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它的油脂香了。那它把它分成小一块的，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贴心。我当然是拿这个肚子肉这边最油最香的这一块啊，观众先吃啦。刚那个肚肉含到嘴巴里头，整个化开，鱼皮淡淡的嚼香，真的是非常好吃。我什么调味都没有加就是原味，口感还不细。这边呢，它有一锅鲑鱼柴鱼汤，顾名思义，汤底是由柴鱼熬成，加入大量的蔬菜，鲑鱼的鱼块。不过我刚刚看了，它其实不止鲑鱼，其实有这个尾鱼，还有其余的边角料，通通拿去熬这一锅汤。虽然这个餐期没有鲑鱼生鱼片，但是我们可以吃到别的餐期的鲑鱼块，好不好？开吃。
哇，它的这个鱼肉块呢，这个熬的刚刚好，不会太老。最厉害的就是这个汤头，哇，极其鲜美啊！等于说鲑鱼、旗鱼、尾鱼、柴鱼4合1，有够好啉。我觉得呢，这边的沙拉区的这个品项相当的丰富，它有分成2种，一种是它帮你调配好的沙拉，像是这个凯撒沙拉跟这个红藜麦沙拉。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凯撒。再来转过来这一部分呢，就是自己 DIY， 它大概提供了10来种的这个生菜。那我自己搭配的是火焰生菜以及玉米粒。那它的沙拉区的酱汁蛮多种的，但是旁边的起司区呢，也有一些橄榄油、醋膏、红酒醋可以使用。我自己搭配的是起司区的巴萨米可醋膏，我自己非常爱，推荐给大家。我们开吃吧！这个罗曼辛跟这个凯撒酱哦，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大家觉得藜麦沙拉该怎么吃？是我的话就直接这样了。爆红吸入吗？推荐一下优雅的吃法，一颗一颗搓吗？对，我都一颗一颗搓。你好小哦。再来是我自己 DIY 的口味啊，不知道好不好吃，试一试就知道。这个生菜沙拉呢，整体而言都是酸酸甜甜的这个口味啦，非常的开胃，蛮好吃的。我最爱的还是凯撒沙拉，但是我自己今天 DIY 的这个醋膏口味，我个人也非常的推荐。醋膏呢，有一点点像是这个麦当劳的糖醋酱，那它的这个口感更加的浓厚一点，甜度更高，那尾韵有一点点这个葡萄的味道，非常好吃，推荐给大家。再来是它的起司区呢，哦，它其实只有其中2种起司，还有一些干料、面包丁啊、培根碎啊，让你去搭一下做组合。我觉得这边的选项比较少一点，不过我还是吃一下。好，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起司啊。来，我们现在从白色的这个起司，它没有标示它的产地，那这个就是那种奶味比较重的起司，我们开吃。再来，这个颜色比较像是那个切达起司的感觉啊。来，颜色比较淡的这个起司呢，它口感非常的 Q 弹，嚼起来是这个淡淡的奶香，应该是台湾人最多人喜欢、最多人接受的一种起司。那这个切达起司口感比较绵密，那咬起来咸度比较高，好，比较浓郁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咸的呢，可以配一下这个面包一起享用，再撒上这个旁边的培根碎，会特别好吃。来，我们就直接拿起司把培根碎粘起来，然后放到面包上啊，也是很棒的开胃菜。这边的起司呢，自己可以手工切这个厚薄度啊。我建议这个切达起司切薄一点来搭配，因为它真的咸度比较高。那像这个奶味重的就可以切厚一点啦。这边的手卷区呢，分别有3种口味，是鲜虾、芦笋跟鸡肉棒。他们包的是用高丽菜丝，不是白饭，所以我觉得可以拿一卷来试试。我个人非常喜欢海苔，至于蟹肉棒这种，它算是这种加工食品，我还是建议点鲜虾。那它这里是给的是2尾，好像是有点可惜，它尾巴没有去掉。对它最高的建议就是一口闷。3口，这是3口，谢谢，这是3口。不要那么计较嘛。我觉得手卷相当好吃，它的这个海苔啊，还有这个鲜虾的甜味都有出来。那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就是那个尾巴啦，虽然像我这个是吃虾连壳都可以一起吃的人，但大部分的人呢还是不喜欢那种尾巴的口感。如果会简单的帮我们去尾会更好。喜欢吃虾肉的，大家建议一下，可以去那个白虾区，有没有？自己再剥2只虾丢进去，哇，那个爽度马上再提升30倍。再来啊，它的这个生鱼片区呢，平日午餐比较可惜的就是它只有2种鱼，分别就是我们的旗鱼跟尾鱼啦。啊，我们就开吃吧，看它表现如何。浓浓的绿色酱汁，你那看起来不够绿哦，不够绿哦。哎呀，我没那么绿啦，拍嘴拍嘴。
哎，我是说这样吃好吗？是，对，来开吃。尾鱼的鲜度蛮不错的，那它厚度大概切大概0.9到1公分之间哦，这个完全没有筋的口感。沾了酱油，那个尾鱼的甜有慢慢的出来。可惜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它的既然都放在冰箱了，我会希望它的温度再调低一点，那我会觉得它的那种冰鲜的口感会更棒。再来是旗鱼，走一下，旗鱼就比较可惜了。我们看了一下哈，我们这样从镜头上特写应该就可以看出来说，它这个筋就比较明显嘛，对，吃进去也一样哦，有一种筋的口感。我觉得它的生鱼片呢，新鲜度没有问题，算是不错吃的。但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它那边会有一个专人帮忙你看你要几份切给你。那这个方式呢有优点，但是缺点呢就是说，像那个有一些筋比较多的部位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挑选，那你切到什么就是什么。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它的厚度跟这个大小片可以再厚一点哦，那样子的爽度吃起来比较爽，有点可惜。这一道非常的特别，叫做凤梨豆酱蒸海无锅鱼。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很神奇，我们拍摄的今天早上才有观众留言说这个很好吃，结果我怎么来到这里就有这个可以吃了？是不是有观众是这里的员工知道我们要来拍摄？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我们就开吃吧。这一次是给半只无锅鱼啊。对，这是鱼肚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凤梨豆酱呢，那个味道非常的棒，干滴的感觉，而且它卤的非常的进去，整个鱼肉都是那个味道。那再来呢，这个海无锅鱼它个头比较小，那它有分成前半只跟后半只。如果你是拿前半只哦，挑小心鱼刺，因为小只的鱼这个鱼刺的密集度非常的高，真的非常好吃，推荐给大家。哦，这不止鱼肉好吃，连这个泡泡鸡也很好吃，咸度适中，好想来碗白饭啊！我去帮你装，那边有吗？我看到炒饭而已呢，还有白饭，我帮你装满满一碗尖的。哇，太好，喜欢吃这种胶鱼鸭汤的这个朋友啊，白饭拿起来，你一定也喜欢，我去帮你拿。哇，没有，我还要吃其他肉，水泡。这边有烧腊4件套包含了烧鸭、玫瑰油鸡、叉烧跟香肠。可是为什么只有这2样？因为太抢手啦，真的是等不到，好不好？有耐心的人可以多等一下厨房说他在帮我准备了，不知道我今天吃不吃得到烧鸭跟叉烧呢？这个香肠是那种士林大香肠，叫大鸡，然后切片，然后它旁边有冰梅酱可以搭配，试一下啊。再来是玫瑰油鸡，哎呀，这个断面熟度不错哦，一定非常的柔嫩。来，一样蘸一下冰梅酱。这个香肠呢，它的那个皮带一点点的脆口，整个风味呢是比较偏甜的我觉得表现中规中矩。不过它的这个玫瑰油鸡，我觉得相当不错，除了熟度非常适中之外，我觉得那个鸡皮的口感，还有那个油脂香，非常的棒。加上冰梅酱，哇，可以蛮有层次的吃法。它旁边还有腌萝卜，搭配腌萝卜一起享用啦。各位观众，来到台南，哪会当无啉牛肉汤呢？哇，这把有够大地啦！这边牛肉汤呢，也是有专人帮你服务他自己帮你烫好，然后你在旁边自己加配料。我知道台南牛肉汤有相当多的流派，那我自己个人是喜欢吃姜丝、蒜泥、油葱酥，再加上它旁边有一个特调的枸杞酒。刚好问了一下，它枸杞酒是米酒跟绍兴还有枸杞3合1。是喝酒还是喝牛肉汤？你讲清楚。其实今天没有酒精饮料，这个酒量呢，我是加了2匙喜欢喝酒的
哦，那个枸杞酒，你可以拿杯子整杯把它倒起来，有没有像那种路边摊吃偷散配枸杞酒的感觉？哦，那个 feel 很棒啊！没有这回事，你要整杯人家会赶你出去好吗？来开喝，这个香气非常的棒。再来是这个牛肉片哦，这个我喜欢的这种肥瘦适中的搭配姜丝的口感。我觉得有人帮你烫牛肉汤呢的好处就是这个熟度一定会是非常的好，那整个碗牛肉汤的那个鲜甜味跟那个牛肉香非常棒。那我自己这个加酒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加一下，我觉得2匙刚刚好，淡淡的酒香又不会过于辛辣，推荐给大家。哇，太好喝了！来个台南那当无啉沙白鱼汤呢？哎呀，它的这个虱目鱼皮汤，我今天点的是汤少的版本，我有跟他们讲一下，因为他们这里蛮多汤品表现都很不错啊。我今天实在是喝太多了，好了，我们就先开喝。一样，我有加酒提鲜一下，哦，感受一下它的鱼汤。鱼汤比起刚刚的牛肉汤来讲，是偏清爽的那种，然后加上那个酒香，还不错。我们来吃一下鱼皮跟鱼丸。来了，我喜欢吃虱目鱼皮，蘸一下它的蒜头酱油。来，开吃。哇，它的虱目鱼皮非常的厉害啊！它的有2种口感，一个是鱼肉的这种绵密的感觉，它鱼皮呢感觉应该是有冰镇过，吃起来 Q 弹 Q 弹的哦。一块鱼肉2种享受，赞！再来它的鱼丸表现也很不错，非常的脆口，那绵密的这个虱目鱼味道，我自己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这个牛肉汤、虱目鱼皮汤必拿，但如果可以升级成虱目鱼肚，我会更爽啊！我靠，这个现点现煎的这个熟度是怎么样？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超粉红的啦！对啊，这个是怎么会齁康的，在尾巴才吃得到哦？我们刚刚经过餐台看他在煎牛排，就会问他说这是什么？好，同样的部位，一开始餐期是提供炉烤，那么后面就是现点现煎。哇靠，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表现更好啊！然后我们就开吃吧。哇，这个肉质量。这个炉烤完全比不上了。哎，介绍一下这5种是什么粉，好不好？一个是海苔盐、海苔、姜黄盐、姜黄，然后这个是七味盐、七味粉、抹茶盐、抹茶，然后这个好像是孜然盐。孜然，哇靠，我有点难下主意。刚刚老婆说海苔风味很不错，我来蘸一下海苔，开吃啦。哎，老婆也来抢我的食物吗？你的就是板娘的，板娘的还是板娘的，了解吗？没办法，看起来的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既然拿了这么多种盐，我们就来一一感受一下啦。姜黄、抹茶盐，哇，连茶都来。对，我想说好特殊啊，一定要拿一下。再来我们的孜然盐，对，最后我们的七味盐。吃完5种盐，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海苔盐。看，不好意思，小朋友口味。果然是小朋友。海苔好吃。他们餐期后半段呢，因为大家都吃的差不多饱了，所以他们最后面呢不会吃整块的炉烤牛，而会改现点现切的这个现煎的这个煎夹牛排。那我自己个人是特别喜欢这种现点现煎的感觉，因为它那个肉汁啊，然后温度啊，整个锁在里面，非常好吃。这边的水果区呢，刚好有4样我喜欢的：西瓜、红色火龙果，要强调一下，红火龙果我才喜欢，白的我觉得不怎样啊。百香果跟橘色哈密瓜，哇，也是一样啊，强调一下，绿色的我不喜欢，我喜欢橘色的。我们就开始哈密瓜先看它甜不甜。
太厉害了吧！这就是我喜欢半颗拿起来挖哈密瓜的味道啊，又哈又甜，哇，太爽了！再来是红色火龙果，这个我喜欢明天看到它的感觉。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明天会看到它？再来当然是西瓜啦，还有每个水果都很甜。刚刚3个水果都爆甜，完了，我怎么会把它百香果放在最后吃呢？因为它最甜啊。一口闷。百香果来说，也算是百香果里头甜度相当高的，而且重点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它的水果区一开始海巡并没有哈密瓜，我们在这个餐期第2个小时的时候，哈密瓜就出现了，大家要多等一下，2个半小时的餐期，把它做好做满，说不定还有你喜欢的水果跟甜点。今天午餐用餐时间呢，这边没有提供酒精饮料，不过我有找到比较类似啊，他们冰箱有提供一个气泡水，旁边还有几罐风味糖浆，我刚刚看的好像有4种。那我今天左手边这个粉红色的呢，哎呀，颜值很高啊，这是玫瑰糖浆。另外一个这个我要混2个糖浆，一个是我们的 Mojito 一种调酒，然后我再加上一点点奇异果糖浆2个。颜值都很棒，没有酒，但是有马希豆的味道，还是不错啦。敬观众。哇，这边的甜点啊，颜值也超级棒，而且跟水果区一样，餐期的后半段突然出现了这一款棒蛋糕，上面有鲜奶油跟新鲜的草莓开心果，哇，非常期待啊，好不好？今天甜点这一整桌慢慢的享受啦经典起司蛋糕上面放一颗蓝莓给它最高的金翼。这个起司蛋糕我喜欢啊，它那刚好弄成1口的大小，搭配那个蓝莓的比例，咬下去，嘣一声蓝莓在嘴巴爆开，然后跟那个起司酱一起咀嚼，越嚼越香，好吃。再来是这一款柠檬百香塔，我自己一个人爱酸，所以这个柠檬跟百香，哎呀，吃起来啦，一样最高金翼。这个派皮呢，嚼起来非常的香脆，然后它里头的这个慕斯咬下去，哇那个酸度非常刚好，在我会觉得酸的这个天花板的底下再多一点点就会觉得刚刚好的酸，然后那个柠檬跟百香的酸香很不错这个棒蛋糕好像是切成3片哇，再搭配一下草莓，哇，这个棒蛋糕非常意外啊，它的蛋糕体非常的湿润，而且嚼起来之后会感觉到这个龙眼干的这个香气，那上面的鲜奶油呢，那个淡淡的甜味有点缀，非常好吃。重点是它搭配的草莓也很甜，哇靠，刚刚完全不会让你很出戏，它一口下去，3者漂亮的融合在一起，非常好吃。最后一位，它们的松饼我淋上了枫糖浆，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叫做森林莓果酱颜值不错吧？我今天的摆盘试一下原味。我对于这个莓果酱也蛮好奇的先来一口，甜度不错带一点莓果香气。我们来沾松饼试试看，沾好沾满，哇哦！这个松饼的口感呢，属于这种绵密带有点扎实的感觉，整体几乎都是一致的口感，只有在那个边边角角凸出来的那一块有一点点脆脆的。那我觉得它的甜度蛮高的，再加上枫糖浆。所以刚刚吃起来后半段沾这个莓果酱，我觉得是适时的帮那个腻感给解开了。这个酱不错，推荐给大家。你拿这个东西是想针对谁？这个黄金榴莲对不对？本来我想拿莓果了，不过看到榴莲，我犹豫了，好不好？毕竟它是泰国品牌民果，就是要吃榴莲。好，开吃吧。这个榴莲的香气跟甜味非常的够。但我觉得吃榴莲冰棒是一种很优雅的方式在品尝榴莲，为什么？因为这个味道别人闻不到，自己爽。再来呢，冰棒它的制成会整个口感非常一致性。如果吃榴莲本人，你会吃到有一些纤维感，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口感不是很好，这样吃起来非常的滑顺，好吃。
各位观众看过来，我靠！今天跟川哥今天2个人吃的价格只要839，平均1个人只要420，哇，实在是有够便宜。看看刚刚的菜色，有没有很羡慕？多亏有了这个美国运通 AE 卡，哇，它这张卡几乎在台湾大概30几间饭店都有买1送1的优惠，不分时段，不分餐期，只要人到哦，马上拿出卡来，不用预约，5折优惠就到手。如果观众对这张卡有特别兴趣，下面留言，我们会另外拍一支影片介绍一下。重点没有业配，我又没有 AE 卡优惠，你要叫我哪里找？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刚刚问了一下店家，平日礼拜1到礼拜4，你只要带62岁以上的长者来用餐，也是75折，而且不是说长者才75折哦，几个孝顺的子女们带老爸来用餐，全部都75折，好不好？这个帮大家资讯再整理到旁边。又到了结尾时间啦！今天这个420块1个人，吃起来实在是超级爽，哇，吃起来太滑了。推荐几个餐点给大家。第一个，我觉得它的牛排区不管是前面的炉烤牛排，还是后面的这个用煎的牛排，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好吃，而且它有非常多的调味，让你自己自由搭配，找出你最喜欢的味道。那我个人推荐后面现点现做，我喜欢。既然千里迢迢来台南，一定要吃一下台南当地的味道啊！另外一个现点现做区呢，就是他们的台南牛肉汤以及它的虱目鱼皮汤，2个我个人都非常喜欢，而且那个虱目鱼皮特别 Q 弹的这个处理，哇，非常细心、非常用心的一种料理方法，我个人非常推荐。哇，那它的海鲜类呢，白虾跟螃蟹都相当不错啊，特别是白虾哦，又肥又大只。新鲜鲜甜，我看每个人都是一盘一盘在拿，而且拿完了马上补，拿完马上补，真的是光吃白虾就值回票价。我自己是很推他们后面突然出现那一款棒蛋糕，上面再加上一点鲜奶油还有水果的，哇，那个面包体质湿润真的是很丰富，好吃，真的是非常好。我们3个人一致觉得超好吃，好不好？等到后面Hold You Demand Day， 好，大家记得这边一般原价用餐是699加1层，但是你可以吃2.5个小时。那么如果你有 A 卡或者是你有长辈一起来吃，都可以有折扣哦。最后不要忘了每周5早上6点准时上线，记得帮我们按赞、讲过啊，热推、订阅、按赞、热推，我们下次见。